大家好，我是强军最爱的 AI 主播李东基。影片正式开始前，为大家播报一则恶搞 freestyle， 纯属讽刺搞笑，非前世新闻，仅供娱乐。昨天下午3点钟，金正恩将军气乐的大早，不辞辛苦地坐着人民的马把和一路颠簸前来慰问灾民。金正恩将军下车后，受到灾民们山呼海啸般的欢迎，灾民们奋力地蹦蹦跳跳欢迎将军的到来。听说前一天，将军还亲自拖着肥胖而疲劳的身躯，下到别浑水淹没的稻田里，前一脚踢石掐灾情。今天又马不停蹄地赶来现场安抚灾民，大家都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在现场，一名小女孩哭着对将军说：“好几天没吃饭了，有点跳不动了。”将军关心地对她说：“跳不动可以休息一下再跳，等一下带你吃大餐。”演讲结束后，金将军随即挑选了200名灾区的幸运儿到赈灾集团看学恩情。将军俯下身对这个饿得青色小男孩说：“一定要放开肚皮使劲吃，看到我脸上的肉没有？大家要吃得和一样胖。”孩子们热心地把自己手里的食物分享给将军品尝，将军左吃一口饼干，右喝一口牛奶，有点馋。面对越来越热情的孩子们，将军说：“好了，大家多吃点，我不能再吃了，再吃就要大一的手了，是不的。”在现场，金正恩将军指示不闹，我如果胖，要让大家都胖起来。将军还穿着心地提出了先胖带动后胖战略。我们相信，在金将军的带领下，我们2000多万朝鲜人民想要长胖的美好向往正在一步步走向现实，思密达。在北韩电视台的报道画面中，金家3大胖的形象是这样的。而北韩普通人民的形象则是这样，金家3代太阳都以宽大的体型示人，所以又被大家戏称为金家3大胖。就连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也获得了4胖的称号。而只要稍微留心，你就会发现，那些在镜头前与3胖将军同框合影的北韩士兵或者是北韩普通民众们，体型却比3将军小了不止1号。你也很难找到有哪个镜头中的北韩普通民众有将军1半的体型那么大的。胖在北韩这个神秘的国家已经成为了一种特权。估计如果哪天金将军在看画面回放时，在人堆里发现了一个和自己体型差不多的人蹦蹦跳跳的话，那个人应该马上会被抓起来讯问，是怎么能吃得跟将军一样胖的。其他正常国家的人都会认为保持健康苗条的身材很重要，那么就会有人很好奇，北韩民众平常都吃的什么健康食品，才能做到每个人都保持如此苗条的身材。在北韩的宣传里，与民众共患难的金将军是因为过于操心国事而患上过劳肥的吗？北韩普通人平时3餐到底都吃什么呢？欢迎打开 Zero 档案，感谢您的订阅支持。下面将带你坐上北韩普通人的餐桌，探索北韩普通民众的3餐到底都能吃些什么，一起来揭开北韩人餐桌上的秘密。要让朝鲜人民吃上米饭，喝上肉汤。1945年，北韩的1号太阳金日成首次对北韩民众做出了这番承诺。在1962年北韩第3届最高人民会议上，金日成更是明确提出要让朝鲜人民吃白米饭喝肉汤，穿绸缎衣服住瓦房。从那以后，金家王朝的3代太阳一直在不停地重复着这个相同的口号。2太阳金正日在其上台后也多次重申这一目标，特别是在2010年左右的公开讲话和朝鲜官方媒体报道中。劳动新闻曾报道金正日表示未能完全实现金日成的这一意愿，并承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让他们吃上米饭，喝上肉汤。这一口号也被上台后的3将军金正恩继承。他在2010年代初上台后也曾表示争取在3年内让人民吃上米饭，喝上肉汤。整天全世界搜罗山珍海味的金家3代太阳，在自己享受的同时也没有忘了北韩人民，矢志不渝的要让人民吃上米饭，喝上肉汤。只不过经过了2太阳金正日，一直到今天的3太阳金正恩，
还在继续反复重申这个让人民喝上肉汤的远大目标。这几乎成了金家三代一直以来永恒不变的追求。一时不知道是该夸金家的3个太阳使者，还是该骂他们无能。不管北韩人民有没有体会到每天都有肉汤喝是什么滋味，但从金家3位胖的体型来看，他们应该是到了肉汤喝腻了的程度。那么金太阳们的菜单上都有些什么呢？如果要说谁最了解金太阳们吃什么的话，那就要数曾经担任过金正日私人厨师的日本人藤本健二了。藤本健二是日本寿司厨师，他在1988年至2001年期间曾作为金正日的私人厨师。他于2001年借口离开北韩，定居日本，并多次透露有关金正日家族的细节，发表相关著作。在藤本担任金正日专职厨师的期间，北韩正处于大饥荒之中。而在当时北韩的宣传歌曲中，歌词里出现了金正日将军在苦难的行军时期吃着饭团，没能正寝等内容，这让不明真相的北韩人民感恩金正日是一位与人民共生死的领袖。那么当时的金正日到底是不是在与他的人民共患难，也吃着土豆野菜度日呢？答案当然不是。藤本健二在其所著的《金正恩为何是金正日的接班人》一书中披露了金正日的菜单。藤本在回国后，保存在西装口袋里的金正日膳食计划被带出北韩，金正日当时吃过的食物也被全部曝光，引发震惊。被曝光的金正日每日菜单上显示：3月26日，鲨鱼翅汤、鱼颈菇酒炖汤、羊肉沙司、红烧鱿鱼、蟹汁炒雪莲花。3月29日，大份鲨鱼翅红素、龙虾炒菜、酱油蒸鸽、蒸冬菇、生大虾。3月30日，竹笋鲨鱼翅汤、龙虾炒菜、蒸鲟鱼、烤鸡、烤拉克雷特起司。而这些菜单上的食物只是金正日晚餐桌上的主菜，还有大约20至30道被称为副菜的配菜。菜单上常出现的鲨鱼翅是金正日特别喜欢的食物，这里的鲨鱼指的是鲟鱼。鲟鱼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昂贵的菜肴，由于过度捕捞，正逐渐成为濒危物种。因此，在中国，鲟鱼被列为国宝级天然纪念物；在韩国，鲟鱼于1996年被指定为国家级野生动植物保护物种。金正日吃的鲟鱼是从澳门进口的。澳门鲨鱼走私集团的头目和他的团队每年大约5次访问北韩，他们的任务是将鲟鱼存放在党中央第5部管理的冷藏库中，供金正日享用。而一道鱼翅汤的成本在30万韩元左右，也就是200多美元。金正日另一道爱吃的菜是鳗鱼，金正日有时会点鳗鱼做蒸菜或烤菜，甚至专门为他建造了一个鳗鱼养殖场。金日成综合大学生物系动物科学系的毕业生被指派负责养殖鳗鱼的技术工作，并从选拔女性干部担任鳗鱼养殖户。鳗鱼配鳗鱼鱼子酱这道菜是所有菜中最贵的，一道菜就要200多万韩元，大概是1600美元左右。金正日也喜欢母牛犊的牛臀肉，在韩国，牛臀肉被称为西冷牛排，这是牛的特殊部位的肉，一头牛的产量仅为 0.8公斤左右。金正日喜欢的牛臀肉色泽深邃，肉质紧实柔软多汁，肉味鲜美且不硬，是牛肉中的最佳食材。金正日还下令将牛臀肉做的5分熟或1分熟，采用法式烹饪方法，烹饪程度略低。1980年代末，金正日派遣研究人员前往丹麦学习养牛方法。为了提高牛肉的品质，他喂牛吃草药和啤酒，并指示饲养员给牛按摩，确保只有精心处理的牛肉才能上桌。一小份牛排要10万韩元，大约80美元。金正日享用的菜肴中，鲔鱼料理自然少不了。鲔鱼最鲜美的部位是鲔鱼肚。藤本健二作证说，金正日每次吃鲔鱼肚刺身，脸上都会绽放笑容。而一小份鲔鱼料理价格在40万韩元，也就是300美元左右。藤本还透露，金正日爱喝法国葡萄酒和白兰地，特别是轩尼诗白兰地。金正日和他的第3个儿子金正恩都喜欢1周3次的鱼翅汤。藤本会为金正日周游世界各地，购买中国甜瓜、捷克啤酒、乌兹别克鱼子酱、泰国木瓜和丹麦猪肉。有一次，一名特使去中国取回一些麦当劳汉堡。藤本说，金正日的酒窖有1万瓶酒，金正日举行的宴会持续了4天。
藤本还说，平壤有一家200名员工的研究所，专门致力于金正日的饮食，确保他吃到最好、最健康的食物。按照当时北韩黑市汇率1美元兑150朝币，黑市的大米价格最高也就200朝币1公斤，也就是说，金正日一碗1600美元的鱼翅汤可以在黑市买1200公斤左右的大米，在苦难行军大饥荒时期，可以救活多少快被饿死的人？那么，在金正日坐在豪华的餐桌前，享受着杀鱼翅与北韩民众共度艰难的苦难行军的同时，普通北韩人的餐桌上都有什么呢？看完了金太阳们的菜单，是不是非常羡慕？那么接下来就看看北韩普通人的菜单上都有什么。北韩民众都能吃上3代太阳经常挂在嘴边的白饭和肉汤吗？在北韩，就算你出生在太阳之城平壤，如果餐餐都能吃上纯正的大白米饭，那就已经算是条件不错的家庭了。普通的平壤居民为了防止自己和将军一样患上肥胖症，一般都会在白米饭里加入一些粗粮。粗粮一般就是干玉米连着皮带胚芽都打碎，这种粗粮的口感非常硬，而且难以下咽。条件好一点的就是粗粮和白米各一半，在北韩民间被称作5比5，条件差一点的就是7比3。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北韩民众爱吃粗粮的现象呢？这当然不是北韩人真的都想减肥，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真的没得吃。自韩战期间，为了应对物资短缺，北韩政府正式确立了公共分配制度，将粮食生产集中管理，通过配给制度分配给居民。到1960年代，公共分配制度覆盖了全国约70%的非农业人口。粮食通过工作单位或社区配给中心发放，配给量根据职业、年龄和政治地位分配。平壤居民因政治地位较高，获得更稳定的配给。配给量通常为每人每天400至600克粮食，以大米为主，偶尔混杂玉米或土豆。相比之下，非平壤地区的配给量可能低至200至300克，甚至更少。配给粮通过工作单位如工厂、学校、机关或居住地附近的配给中心发放，居民们需凭配给券或身份证明领取，每月或每2周发放一次。配给以家庭为单位，根据家庭成员数量、职业和政治地位分配。平壤的配给中心管理较为规范，排队领取的流程严格且有记录。其他城市管理比较混乱，还会出现配给粮中大米较少，大多是土豆和玉米的情况。由于普通居民平常没有什么副食品来源，所以能量的摄取基本上就来自主食。那么家里如果有小孩饭量大，或者被分配住房在平壤那些几十层高的楼房，由于经常停电，电梯根本就是个摆设，每天上下班要徒步爬几十层楼，能量消耗过多，导致饭量也比较大，发的那些配给粮根本不够吃。又或者家里要留着存粮以备不时之需，人们就会去黑市买一些口粮作为补充。但是大米在黑市价格是比较贵的，大概在5-6千朝币1公斤。按照北韩公布的普通平壤市居民2万朝币的月工资，一个月也买不了多少斤，所以他们会选择价格比较便宜的玉米替代主食大米。在每年的春荒期间，也就是6月马铃薯收获季和8、9月玉米收获季之间的短暂时期，农村粮食库存减少，城市粮价随之上涨。黑市粮食价格暴涨，会引发基层官员贪污，将粮食转入黑市，于是发放的配给粮中会掺杂小石头、变质的谷物等，所以一定要牙口好，不然吃着饭会把牙崩坏。在苦难行军后，侥幸活下来的人都学会了变着花样制造美食。普通家庭一般一天还要吃1碗玉米面条，这种面条里边掺杂很多沙子、粉尘和玉米皮，难以下咽，因为玉米面条遇水膨胀，容易有饱腹感，所以可以节省不少的口粮。在北韩，玉米不仅可以当主食，也可以有很多变化。除了玉米面条外，玉米还可以做成爆米花和长条形的脆米条，把脆米条磨成粉后加甜蜜素加水搅拌，还可以变成当地速食高热量玉米糕。有些人在没粮食吃的时候，还会挨家挨户讨要泡过玉米面条的水，将水收集到一口大缸里，经过几个小时的沉淀，把水倒出去，缸底会有一层残渣，用残渣煮粥喝渡过难关。在农村地区，如果粮食产量不高，农庄把粮食上交国家后，剩下发给农民的不多。到了土豆季，
广大的农村也会用土豆对付一顿。稍微困难的家庭吃的就多一些，感觉人会发胖，但不是金将军的那种胖，是用手一摁，皮肤都很难回弹的水肿胖。玉米季还好些，可以吃些新鲜玉米，也可以节省口粮。北韩人也要吃菜下饭，和南边一样，他们最喜欢吃的就是泡菜，只不过他们普通人家的泡菜味道就没有那么好了。一般从泡菜的颜色深浅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得出这家人的生活水平，因为10斤多的新鲜辣椒才能出1斤的辣椒面，所以用来腌制泡菜的辣椒面算是比较贵的，颜色越深说明用的辣椒面越多，条件也就越好。北韩人腌制泡菜一点都不浪费，就连辣椒叶和萝卜缨也会被腌制成泡菜。北韩人的餐桌上还会经常看到的一道菜就是大酱汤，是用一种发酵的大豆酱料为主料，加入蔬菜、豆腐、海鲜等食材煮成的汤，只不过根据每家不同的家庭情况，大酱汤里面加的料丰富程度不一样。稍困难的家庭一到冬天就是大酱汤和各种泡菜度日，人都比较消瘦，眼睛内凹。在这里，农村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农民们自己会有自留地种点蔬菜。而在平壤这种大城市，普通家庭要吃蔬菜就不方便了，必须到黑市去买，价格也比较昂贵。当然，光吃主食和泡菜可不行，人总要补充点蛋白质，不然一家人几天后就全部浮肿起不来床了。北韩的公共分配制度里，普通居民几乎是不会有肉类配给的，除非是在金日成太阳节或者国庆节的时候，金将军高兴了，会象征性的发点肉，或者用极低的价格卖给部分平壤居民，因为总得让大家有机会煮肉汤，从肉汤里品尝一下恩情的滋味。那么在平时想吃肉该怎么办呢？那就只有到黑市购买了。但是黑市里肉类的价格却让北韩民众望而却步。有脱北者提到，近年的黑市猪肉价格约为每公斤12000至15000朝币，按黑市汇率计算约合1.5至2美元。牛肉更昂贵，可能达到每公斤2万朝币以上。就算按照北韩官方宣传的平壤工人月工资2万朝币来算，猪肉也只能买1公斤多。鸡肉虽然相对便宜，但仍远超普通居民的购买力。有脱北者表示，平壤居民有时会购买小份肉类，如100至200个，以改善伙食，将其用于汤或炒菜，以增加风味。由于平壤靠近黄海，所以鱼类和海鲜贝类在黑市或偶尔配给中较为常见。鱼类比肉类便宜，是平壤居民补充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居民可能将鱼晒干或腌制，以延长保存时间，制作汤或小菜。在平壤的近郊地区，有人会在院子里养殖鸡、兔子或小型家禽，以获取肉类和蛋类。但是连人都勉强吃饱的情况下，养殖家禽也比较困难。在粮食短缺时，居民们为了补充蛋白质，会食用像蚂蚱这样的昆虫，尤其在农村地区，但平壤居民也可能偶尔采用。到了困难时期，不要说昆虫了，就连田鼠和家里的老鼠都会被抓来吃。北韩老百姓为了补充蛋白质也是想尽办法的。而其实北韩民众主要的蛋白质摄入还是靠豆制品。豆腐是北韩饮食中常见的蛋白质来源，价格相对低廉，制作简单。居民可能通过配给获得大豆，或在黑市购买豆类后自制豆腐。除了豆腐以外，人们还自己制作一种人造肉。人造肉就是用榨出大豆油后剩下的豆渣饼加工后煮沸，然后挤干水分制成的。10公斤的黄豆只能榨出 1.3公斤左右的油，剩下7公斤多的豆粕，而这7公斤多的豆粕能做出8公斤多的人造肉，可以凉拌，可以炒，也可以做人造肉饭。人造肉饭的做法就是把这种人造肉的两端撕掉，加上蘸过白醋的米饭，外面裹上辛辣的调味料。一年到头没什么肉吃的北韩普通民众就拿这个当肉吃。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过得这么艰苦，有一些做生意的也吃得不错，他们可以换到物价便宜的食物，所以收入不高就能吃得很好，能吃到海参、板蟹、松茸等。在农村里，牛肉是不能吃的，因为是生产工具，只有老死的牛会被宰了吃，但是肉很柴。狗肉偶尔也可以吃得到，有一些吃了死老鼠的狗也会把内脏掏出来吃。偶尔还可以吃到兔肉，因为每个家庭每年都要上缴一定的兔皮。也有一些鸡，一般是只吃公鸡，
母鸡留着下蛋。酒大部分人喝的都是玉米酿的白酒，较为浑浊，喝多了会有失明的风险。大同江啤酒一瓶少说$5，普通人工资1个月可能都买不起一瓶。北韩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造就了独特的社交礼仪，在饭点不串门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潜规则。饭点串门在北韩是一种比较失礼的行为。如果你在北韩的大街上，可以看到有很多小孩因为营养不良都挺着圆鼓鼓的肚子，顶着稍微发黄的头发，那都是因为在生长发育期间没有摄入足够的蛋白质。正因为如此，北韩的征兵条例中对于身高的要求很低，2008年之前身高要求是150厘米，而到了2012年标准降低到了142厘米。因为苦难行军时期出生的孩子到了入伍年龄，普遍因营养不良身材矮小，所以才降低了标准。北韩宪法中规定，国家应为所有劳工提供衣食住行的一切必要条件。这意味着，由于整个经济都是国有的，国家有义务为所有北韩人民提供充足的粮食。那么，北韩为民众分配的粮食充足到什么程度呢？只能说是到了刚好饿不死的程度。像平壤这种大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居民都是通过北韩的公共分配制度从中央获取定额的配给粮，而每个人具体应该分到多少口粮，是根据不同人的劳动量和其他因素计算出来的。例如，成年工人平均每天能收到700克口粮，而家庭主妇只能收到300克。收到最多的是那些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例如矿工，他们每天可以收到900克。而配给的口粮种类也有区别，一般是米与其他营养较少的谷物掺杂，比例因居住地而异。如果你居住在平壤，而且你的工作对国家越重要，你收到的口粮中的米比例就越高。在平壤的口粮分配要比其他城市更加稳定，而且监管也比其他城市更严格。基层官员想要贪污口粮，难度就比离太阳比较远的那些城市要大。国际标准建议人们一天的营养摄取量是2000至2500千卡，相当于600至700克米。所以分配的这些口粮只能说是维持温饱而已，但就是这点维持温饱的口粮也会被国家以各种名义征用一部分。比如在1973年开始，北韩就以所谓战时粮食储备的名义，从每月定量中减少4天的口粮，平均每年减少了13%的量。金太阳们可以说是从民众的嘴巴里面抠食，权力的触角伸到了每个人的饭碗里，想让谁没饭吃谁就得饿死。这也其实是非常邪恶但有效的控制民众的统治方法。对于农村的居民来说，他们靠的就不是中央的配给粮了，毕竟能吃上配给皇粮的都是城市居民或者农村地区的上等人。农民们的口粮主要来自集体农庄的收成，农民需将大部分农产品如大米、玉米、土豆上交国家，国家再通过公共分配制度重新分配给城市居民。农民通常被允许保留少量的自留粮作为报酬，但这部分粮食量极少，且只有在上交的粮食满足国家征收目标后，多出来的部分才能分配。遇到了收成不好的年景，比如欠收和洪水、干旱这样的自然灾害，或者因化肥短缺导致农庄无法满足国家征收需求，农民的自留粮也会随之减少。而且农村基层官员因为受到的监管较松，腐败较平壤这种大城市更严重，很容易就可以挪用粮食到黑市，这导致农民实际获得的粮食更少。总之，农民是最惨的，因为辛辛苦苦种出来了粮食，到头来自己的口粮都没有保证。但其实农民也有他们自己的生存策略，许多农民会在集体农庄之外偷偷耕种小块私人土地，种植玉米、土豆、蔬菜等，以自给自足。这些厨房花园成为农村居民的主要粮食来源。农村居民也会通过黑市出售多余农产品或以物易物，换取大米、肉类或其他必需品。在粮食短缺时，农民常采集野菜、树皮或草根，或食用大豆制成的人造肉等替代食品。部分农民也会养殖鸡、猪，但是在人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这些养殖动物也因为缺乏饲料而没什么肉。农村很多家庭会养兔子，因为有上缴兔皮的任务，兔皮会被国家出口以赚取外汇供北韩高层官员使用，
而官方则宣传为了应对美国的威胁，要用外汇购买武器。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开始，由于来自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减少，北韩的配给制就开始变得不稳定。从1987年开始，北韩政府就以所谓爱国米的名义克扣北韩民众的配给口粮，少了10%。苏联解体后，北韩失去了最大金主苏联的援助，北韩的配给制度逐渐陷入了崩溃。1991年，北韩当局发起1日2餐运动，为了避免民众像二太阳一样肥胖，迫使北韩民众接受进一步削减口粮。1992年，除军队和重工业工人外，北韩中央公共分配系统发放给北韩民众的口粮又被削减了10%，而且发放的口粮质量越来越差，就连在平壤的居民领到的配给粮也经常掺杂很多沙子和石头。因为粮食越是短缺，黑市上的粮价就越贵，这就更诱惑基层官员动歪脑筋，将粮食转到黑市上以获取利益。随着苏联解体，二太阳更加担心自己金家王朝政权的安危，于是在多个公开场合开始强调先军政治，说先军政治就是万能宝剑。但在苦难行军开始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军队士兵的伙食也变得匮乏。于是在1991年，爱国捐米运动开始，每户家庭都强制收集10公斤米，捐赠给当局，由当局送往军队。这就让本就粮食紧张的普通北韩民众雪上加霜。由于粮食优先被用来供应国家机关、军队与平壤地区，所以农村地区生产的粮食几乎全被上交给国家，农民几乎分不到作为口粮的大米，就算能分到一点大米，也会被以爱国捐米运动等各种借口被强行克扣。所以在苦难行军开始之前，农村地区就首先爆发了饥荒。那些老实巴交的相信并等着农庄分发口粮的农民，发现靠那点粮食根本就活不下去，吃的口粮只剩下土豆还有一些玉米。由于长期没有摄入蛋白质，很多人会全身发胖，其实那是水肿，而且走起路来有气无力。如果有人之前很瘦，突然之间变胖了不少，一起在农庄干活的人就知道这个人快不行了，用不了几天他就会倒在田间地头。能活下来的都是脑子没被洗得那么干净的人。虽然苦难行军前是不允许农民自己种地，但脑子灵光的都会偷偷搞块地种点吃的。1994年逃离北韩的脱北高官姜明道，曾任人民武力保安大学保安研究室主任。来到南韩后，他回忆了大饥荒刚开始时的惨状。1989年，北韩经济已经陷入崩溃，但在平壤却依旧进行着一场国际盛会——第13届青年与学生节，共180多个国家参加。这是北韩向外表现其实力的大好时机。当时有2万名外国人参加，所有东西都免费赠送。但与此同时，北韩人民却惨了。雪上加霜的是，1989年至1993年，北韩完全停种。1993年严寒天气特别严重，咸北、咸南、两江、此江4道每户连1公斤米都产不出来，全是稻草。结果从1992年开始，粮食配给被暂停，即使在情况好一些的平壤，粮食配给也暂停了3个月。人民部队领导挨家挨户的给那些濒临饥饿的人们分发食物，他们现在只发1公斤，而不是2公斤。在各省，他们分发的是整颗玉米、带壳的湿玉米，这在朝鲜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一些省份，他们甚至连整颗玉米都发不了，就分发梨。原来咸镜北道有梨子的产地，光是国营梨园就有1.2万株梨树，所有的梨都销往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在1990年停止接收梨子，北韩因为运输困难，只好把所有的梨子都做成酒和饲料。他们决定，与其让梨子烂掉，不如酿酒。但是由于粮食短缺，咸镜北道党在1993年8月至10月的3个月里，用梨子代替玉米发了粮。后来有人吃了梨子就死了。1993年10月，我在青金医院亲眼看到这一幕。发来的梨子要先在大锅里煮，这样梨子就会松软，然后加入玉米粉搅拌，冷却后变得有嚼劲。切开后用纸包好，装进便当盒里。但是梨子和玉米混在一起吃，一会儿就会硬得像砖头。一位50多岁的工人一直只吃这个，
结果胃痛的不行，被送进了医院。开腹的医生吓了一跳，未消化的玉米和梨子从他的胃里吐了出来。这位病人最终在手术中去世了，他营养不良，无法承受艰难的手术，最后不治身亡。这是一个吃梨导致胃破裂的案例。随着粮食短缺的加剧，居民开始抢劫国营农场。他们认为，与其饿死没有口粮，不如偷东西。随着抢劫农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农场每晚都举起火把守卫。然而，居民根本不理会火把守卫，而是成群结队抢劫农场。警卫与居民一度发生冲突，那种场面让人联想到了战争。当时的劳动党也对此高度重视，因为抢劫国营农场是反抗国家的行为。慢慢的，就连居住在平壤的人也感受到了饥荒的到来。后来脱北到南韩成为记者的朱成夏回忆了平壤城内的饥荒惨状。1995年春天，平壤的空气阴沉沉的。2月份左右，米价开始上涨，原本每公斤50朝币左右，却一夜之间就涨了起来，大约3个月后就飙升到了230朝币。120朝币左右的时候，人们纷纷议论纷纷，这样下去我们岂不是要破产了？超过200朝币的时候，街道开始塌陷，行人像行尸走肉一样四处游荡。随着食人等犯罪事件的传开，短短几个月内，城市的气氛变得阴森。1994年12月下旬，我在平安北道故城火车站遇到一位女士，她告诉我第一次听到大饥荒的消息。她说，在军工厂集中的劳工区，人们从夏天开始剥松树皮吃，到了秋天就开始饿死。我当时并不知道，距离平壤仅100公里的地方就发生了这样的灾难。当时的朝鲜就是这样的。几个月后，饥荒迅速席卷了平壤。粮食严重减产的北韩再也没有之前苏联的援助，仅有的粮食优先供应了庞大的现役军人，以保证金家的政权安全。北韩开始进入了苦难行军时期。苦难行军中最先饿死的就是那一大部分靠着公粮生活的老实人，而且洗脑被洗得越彻底的人越惨，因为在这些人的世界观中，粮食的唯一来源就是公粮。但是粮食供应突然中断后，让他们一下子乱了阵脚。在当时的市场，其实也可以买得到粮食和其他的副食品，但是价格都已经飞涨。在这批老实人被物竞天择后，剩下的人互相开玩笑，戏称真正忠于国家的人都已经并天了，活下来的人都是像狼和狐狸一样的人。事实就是靠着公粮勤勤恳恳工作的人都没了，本身就不靠工作生活，甚至手脚不干净的人都活了下来。在苦难行军的初期，因为全国开始摆摊卖货的人变得越来越多，警民冲突日益变得频繁。在没收的过程中，事情向着不可控的方向开始发展。北韩当局不得已默许市场的开设，随着粮食和货币制度双双的崩塌，市场成了交易的主要场所。苦难行军后，除了农场的地之外，农村上班的人都分到了口粮田，每年种出来的粮食上缴20%左右，剩下的就都是自己的。又有大批人去山上开荒，在山上开出梯田，主要种植玉米。农场的田也给农民做了承包，粮食分配所虽然还存在了一段时间，但绝大部分人到后面也没有得到过配给粮。在城市中，大部分工厂都停止运营，还在运营的工厂大部分都自负盈亏，上缴一定的数目，剩下的再给工人分。所以城市的一些工人可以收到一些粮食或者工资，城市里的其他人就都是自食其力，都是靠着做生意，亦或是打短工生活。苦难行军刚开始，还有人到水稻田和玉米地里去偷粮食，国家就派了军队荷枪实弹的看守。大部分老实巴交的民众还是以吃草为主，本身能吃的榆钱、水芹菜、蒲公英那些早就被采光了，就连平时被人们称为猪草的马齿苋也都被人挖得没几株了。人们开始挖以前不怎么吃的野菜，比如灰菜，这种人吃多了会浮肿。所以在苦难行军时期，如果有人反常的变胖了，大概率就是吃灰菜吃多了。吃草也有方法，并不是直接吃，一种方法是把各种草放进水里煮，再放一小把玉米面搅一搅，熬成糊糊吃，或者把草烫一烫，拿出来撒一小把玉米面拌一拌，团成草团子吃。到了草都没有的季节，那就只能吃树皮了，
吃树皮也不是直接抱着树啃树皮，而是需要一些特定的树。最好吃的是榆树，把榆树外皮扒开，里边紧贴着树的皮撕下来晒干，磨成粉和玉米面掺在一起，到压面条的机房压成面条吃，或者直接煮着吃也可以。能有草根吃有树皮啃已经非常不错，有些人到最后草根树皮都没得吃，实在饿得不行就只能吃粘土了。但一般粘土吃多了的人都活不下来，因为板结在肚子里的粘土根本排不出来，最后被憋死。苦难行军过后，靠着草根树皮活下来的人们已经接受了粮食配给制崩溃的现实，都纷纷开始自谋生路。家庭情况很紧张的人们想出了各种奇葩办法获取粮食，比如和田鼠抢食。在农村的田间地头，有时会看见2、3个人在合力挖田鼠洞，2、3个人轮番挖，不需要挖很宽，不过得挖1米多深，因为朝鲜的气候比较冷，所以田鼠要打洞打到不会挨冻的深度。2个人轮番挖，挖到尽头就会出现几个分叉的洞，其中一个就是田鼠的粮仓。运气好的话，一个洞能有上百斤的粮食，不过这也是个力气活，一天也就挖2个洞。2、3个人一起分田鼠洞里的粮食，看起来十分的干净，但运气不好，吃了就会得出血热，所以后期挖田鼠洞的人不吃那个粮食，而是选择卖掉或者吃点亏跟别人换。还有想法更奇特的人直接去偷一些猪饲料吃，据说吃了会长胖，长胖了就不会饿瘦，饿不瘦也就饿不死了。在苦难行军后，北韩多了很多花燕子，他们大都是在大饥荒中死了父母，无家可归，没有饭吃的孩子，因为他们哪里有吃的就去哪里，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所以被称作花燕子，其实就是乞丐。但是北韩自诩为人人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不允许有乞丐，所以就叫做花燕子。他们吃市场掉下来的玉米粒，甚至在下水道里找吃的。如果乞讨到钱，他们会用塑胶袋紧紧包起来，紧紧抓着，以免被偷。他们没有像样的衣服和鞋子，甚至连袜子都没有。许多花燕子即使在隆冬也赤脚行走，很多花燕子都因冻伤而失去了脚趾，它们身上会爬满虱子和跳蚤。大量的花燕子还会跑到中国，据说北韩花燕子是中国东北一带的一大社会问题，特别是在长白县塔山脚下的大型垃圾场附近，你很容易看到花燕子躲藏的帐篷。据他们说，他们大多数在北韩因为吃的不够而得了浮肿病和其他病，都是透过吃这里的垃圾食物后才康复的。北韩从1995年到2000年经历的长达5年的大饥荒，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悲剧之一。保守估计，这场饥荒中饿死人数最少也有将近50万，最高估计300万左右的死亡。在人口仅2000万左右的北韩，几乎走在路上随处都可以看到因饥饿而倒下的全身浮肿的人。吃灵肉的事也时常发生，那种场景简直就是人间地狱。而那些被饿死的北韩民众，大部分人在活着的时候应该都很相信所谓的国家宣传，就算在饥荒开始出现的时候，仍然相信所谓的国家配给粮会发到他们的手中。但当意识到情况不对时，他们已经来不及自救。只要是活下来的人，几乎不再相信什么配给制度，因为那是一个会饿死人的制度。苦难行军结束后，除了国家机关与军队以外，北韩只在平壤勉强恢复了配给制，但配给量大不如从前，许多平壤居民还是需依赖黑市来补充食物。在平壤以外的城市和农村，1990年代苦难行军以来，配给制在许多地区名存实亡，配给量大幅减少或完全中断，居民基本都是依赖黑市、自耕地或私人交易。据报道，2016至2020年抵达南韩的脱北者证词显示，超过72%的受访者表示从未收到政府配给。在苦难行军时期，虽然北韩当局很不乐意看到不受国家控制的私人市场发展起来，但是当局无法忽视市场在取代崩溃的国家供应体系中的作用，只能默许它存在。而只要当情况有所好转，北韩当局绝对不会放弃对粮食等物资的绝对掌控，因为在北韩这种变态的集权体制下，
统治者就是要把每个人吃的每一口饭都纳入到管控之下，只有这样，统治者才感到安全。近些年来，金正恩在北韩实行的农业改革中，这种对粮食和物资的极度管控似乎又在死灰复燃。修改后的北韩粮食收购法第4条规定，国家是粮食的唯一收购者，国家按照兼顾国家粮食需求和农民利益的原则，采取多种形式和方式收购粮食，并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的综合措施。此外，该法第7条规定，负责和供应粮食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贯政策。这条法律强调了国家意志，像过去一样，将粮食作为治理民众的手段，并将其分配完全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从而更好地控制民众。为了与民间的私人市场对抗，并试图将其取代，金正恩在很多地方设立了农资交易所。修改后的法律规定，粮食生产组织、企业、团体和公民可以将执行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后生产或进口的非农田、农田剩余粮食以及粮食，透过农资交易中心进行交换、出售，换取必要的农产品。其实，在金正日时代，在私人市场粮食交易急剧扩张的时期，为了弥补国家对粮食流通控制的弱化，当时也设立了粮食销售所，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而如今的金正恩又开始推行类似的农资交易所，想要增强对粮食流通的控制力，并开始大力打击私人市场的粮食销售。据称，所有粮食都必须透过国营粮食销售处进行交易，而个体农民之间的交易则被视为反动行为。有北韩的内部人士向外部媒体透露消息，我们被要求米和玉米只能在粮油销售点进行交易，即使个人拥有一些，也只能在粮油销售点代销。我们被警告说，个人交易是违法的，一旦被抓，将被没收并受到法律制裁。这种对私人市场交易的打击越来越严重。有娴静北道农民透露，以往为了度过春荒，城市居民会提前从农村里的农民那里买粮，但现在几乎不可能了。一到秋天，农村运出去的粮食就被当作赃物处理，私下交易几乎被当作反动物品处理。他们在农场设立了2-3层军事哨所和赤卫队哨所，把私粮的流通完全阻断。不仅是食品，就连农用物资的私人交易也受到严格控制。据消息称，现在个人想买一把肥料撒在自家菜园里都变得很困难了。个人买卖农用物资是被禁止的，即使出售，如果不说明来源，也会被没收。种种迹象都在表明，金正恩在用强制手段，一步步地加强国家控制粮食以及一切农资的力度。私人市场的空间在北韩被不断打压，因为只有完全消灭私人交易和私有财产，一切都在所谓国家的控制之下，统治者才会放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对民众嘴里的一点口粮都不放心，私下交易个粮食都算反动行为的政权，还口口声声人民至上，是有多么的可笑和荒唐。只怕是在北韩当局的不断洗脑宣传下，有些被彻底洗干净脑袋的人又会开始相信所谓国家的改革，忠于国家的这些人又会在下一次饥荒到来的时候被无情抛弃，成为最先倒在路边的那一批。